疫情刚过去几年，很多人觉得美好的日子终于到来了。但是开心没多久，国际上又先后发生了俄乌和以巴战争，日乎告示着未来注定是个动荡的时代。那对2023到2024年的经济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首先，我们会面对的是持续的高通货膨胀。在2022年，全球平均通胀率已经飙升到了9%，现在2023年上半年看起来，通胀率是有轻微下降。但是也阻止不了各国银行持续的加息，企业业绩下滑，员工面对被裁员的困境。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适应这种极其不确定的未来经济局势呢？我这里给大家4点建议，如果能做好，相信大家除了能守住自己的财富之外，幸运的话还能在这种逆境中实现逆风翻盘。第一，多存钱。我们要知道，很多企业到现在还笼罩在疫情的困局里，公司现金流吃紧，款项拖欠严重，业绩遇到瓶颈等。很多老板会发现，以前生意好做，现在再怎么努力，那个业绩就是上不去。世界银行为了搞清楚在疫情之后对各国企业造成怎样程度的影响，于是就做了一份商业调查报告。结果显示，各国企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微型和中小型企业，这是疫情最大的受害者。他们当中有一半是处于那种还不起贷款的状态，必须等着政府的扶持才能维持公司的运营。所以身为员工，你觉得你的工作还会像前10年那么稳定了吧？另外，存款还有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当我们发生突发状况的时候，至少可以帮助我们度过难关。有句话是这么说的，这世上99%的问题都可以用钱解决，而另外的1%呢，也不难，就是用更多的钱去解决就行。虽然有点讽刺，但是很多时候钱就是我们的救命稻草。如果真的某天不幸发生重病，手上没有存款，很可能这一关我们就过不了了。影响的不会只是我们一个人，还有我们的妻儿和家人。他们必须背负高利息的债务来弥补你医药费的无底洞，原本一个温馨的家庭瞬间就会陷入财务困境。那我们要怎样存钱呢？其实存钱的方法有很多种，也没有说用了某种存钱方法就一定可以存到更多的钱，但是不同的存钱方法，它背后的思路是不一样的。我这里就介绍6罐子理财法给大家，方法也很简单，就是把每月的收入分成6等份，分别存入6个账户里。参考比例是将18%收入放入财富自由账户，18%放入教育账户，18%放入长期储蓄账户，18%放入玩乐账户，55%放入生活必需账户，最后5%放入给予账户。一般人会认为存钱就只是单纯每月把一部分的钱存起来就好，但是这样的收入分配主要是给我们一个理财的概念，我们在存钱的同时就已经开始为实现财富自由做准备了，而且整个设计也很人性化，会分配18%的收入用在娱乐上，该吃就吃，该喝就喝。第二，不要盲目创业。很多人会认为创业做生意是发家致富的唯一途径，这就表示很多人认为想要赚大钱，只有创业这条路，没有别的选择的。这个想法在现在2023年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思维。我们先探讨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第一，当然是认为每个月拿10工资是永远都发不了财的。第二，在他们思维里，赚钱只能是创业，但是却没反过来讲，想要赚钱其实也不一定要创业，还有其他风险更低、更适合小资本甚至零成本的项目可以做，并且也能为自己创造不错的收入，比如投资、经营自媒体等。大家是否会觉得现在很多人对于创业的观念已经改变了？以前某天认为那个人创业真的是很有本事，会很羡慕，但现在呢，我们对于想要创业的人会觉得他是想要把自己送入火坑。我们似乎对于创业的想法越来越负面了。没错，你的想法是对的，因为在这个时代，创业是大概率会失败的。国内很多毕业大学生毕业后都不想打工，想要找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合伙创业。这时候的年轻人，他们的社会历练不够，缺乏对市场的判断，只能是盲目跟风。当中最多人会从事的行业就是餐饮业了，但是我能说这会是一个失败的开始。首先，餐饮业也就是一个门槛极低的行业，任何人只要有一点资金都能开设属于自己的餐饮店，但是一旦你真的踏入经营了，你就一定会开始后悔。的确是有很多人靠开设餐饮店赚到钱了，但是不要忘了，他们很可能是深耕很多年，背后失败无数次，交了很多的学费才换来现在的成功。而根据市场调查，疫情之后很多行业发展放缓，很多其他行业的老板也开始加入餐饮行业，不管是快餐、火锅、奶茶、咖啡等赛道都已经非常拥挤，这是出现过剩的现象。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大学生一旦踏入餐饮业，在对创业认知还很浅的情况下，是会被多少高级玩家玩虐的。为什么说在2023年不推荐创业了呢？第一，当然是因为市场整体的经济不稳定，我们手头上的现金是越多越好，因为这时期投资、创业都是大概率会失败的事，而且我们随时都会面对生活成本提高的问题，所以求稳，等待机会再出手也不迟。第二，就是随着互
联网的兴起，现在创业比起以前是越来越容易了，没错，但是成功的概率却是越来越低了。现在已经是需求过剩的时代，你除非真的对于市场很有洞察，知道消费者消费形态的转变，懂得创造更多能满足消费者生活质量的产品或服务，或者是能解决人们的痛点，这样一层一层研究下来，才能在这市场上分你块蛋糕。所以对于财商和商业认知是非常高的。你如果想要了解更多财商认知的知识，欢迎为我按赞并订阅我的频道。我每个礼拜都会分享关于如何提升财商认知和投资理财的实用资讯给大家。第三，不要盲目投资房产。每个人买房的目的是不一样的，有想要买来自住的，需要置换的，买来投资或因特定理由买房的。但是在经济不稳定的这几年，对于想要买房来投资的朋友们就要特别注意了。买房一直是很热门的投资商品，资产的稳定性还有回报，从历史数据来看都是非常可观的，被世界各国整体的房价占过去一直稳步上涨。疫情之后，大家对于房产的投资有很多新的理解，大家最关心的话题就是房价在未来还能继续上涨吗？现在不买房，在未来还能买到便宜的房子吗？这些疑问也间接反映出大家对于整体经济环境信息度开始慢慢下降，因为现在赚钱是越来越难了，再加上国际上的大事件频频发生，导致整体经济出现衰退，公司倒闭、员工废柴、物价上涨、股票大跌、利率上涨等问题一直发生。最可见，经济复苏之后，以现在的情况来看，那条复苏趋势曲线是非常不明显的。以房产而言，我们近几年也看到很多关于各国房产公司倒闭、房价大跌的新闻。所以说，这几年如果买房投资的话，风险是非常大的。但是话也不是绝对的，就一般人而言，我是不建议大家在这几年买房，因为要承受高贷款利息，所以千万不要盲目去投资房产。另外，随着通货膨胀一直上涨，我们的钱是越来越小，所以建议大家以存款为主，等经济上升趋势明显了，再买房也不迟。至于富人们，其实买房风险本来就相对低，如果在这个时机投资房产，只要地段很好，需求很高，未来的房价上涨空间还是很大的，因为未来人们还是会往资源多、发展极为大的城市去发展的。第四，不要过度消费。过度消费一直是让你无法省钱的最根本原因，你赚的越多，反而会花的越多，但是所花费的那些钱，很多时候是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就消费掉了。你回想一下，你自己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冲动消费的？当你逛街买东西，看到商品特价，你是不是会觉得自己赚到了？你会觉得很兴奋，你会购买的本质上你是在为你当下的心情买单，而这个商品可能也不是你真正需要的东西，这一切都是商家的套路。这是他们专门设计来刺激我们购买欲望的营销手法。我们买的实际上不是商品本身，是自己的虚荣心、自己的心情、自己的习惯而已。但是在买的当下，你是不会考虑那么多的。你不会想，在现在这个经济不稳定的当下，我多消费1分钱，同时也就等于减少了自己的存款。那自己的家人、老婆、孩子都需要钱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基本开销。假设黑天鹅事件发生，我们就会瞬间掉入财富危机。过度消费的情况其实已经非常普遍，不只是发生在我们本身，有时我们会省，但是你的妻子、你孩子没有这样的认知，容易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花费掉你辛苦赚来的钱。央视财经就曾报道过一则新闻，有位未成年少年仅只花了70天的时间，就把父母的158万积蓄全部打转给一名主播。当时这家人知道后，就气得把这家直播平台告上法院。经过法院调解，这家直播平台最终才同意全额还返158万元。短视频作为新兴互联网娱乐服务，已经仅次于网络音乐和网络游戏，成为未成年网民第3大网络娱乐活动，由此也引发了未成年人过度消费的问题。所以说，过度消费除了要自我约束，同时也要有好的理财观念，这样才能避免自己在这复杂的商业环境中掉入商家的营销陷阱。很多人花费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但是花费不等于提升生活品质，那只是商家灌输我们的观念而已。想要提升生活品质，应该是向内求，提升自我价值，这样才能获得更多的安非肽而非多巴胺。适当消费，提升理财观念才是这时代最应该要做的事。有2个关键词可以用来评估未来2023到2024年的经济前景，一个是衰退，一个是通胀。衰退是展望2023年全球经济的第一个关键词，另外一个关键词是困扰了全球众多央行的头号大敌——通胀。但请不要忘记，即使今年通胀下降，但它也过了通胀3%的警戒线，而超过5%就是恶性通货膨胀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加上战争的因素，对未来全球经济会是双重的打击。要知道的是，人类一直以来都面对着饥荒、战争、瘟疫等各种危机，但危机发生的速度在现在以及未来几年已超出以往任何时候，系统的复杂性也不可同日而语，相关的危机远远超出经济领域，关乎人类和星球的命运。
生物世界曾经历经5次大灭绝，我们的星球也再次面对第6次生物大灭绝的巨大风险。以上4点建议，希望大家能反复思考以及运用。如果大家在实践的过程中觉得有帮助的话，欢迎记得帮我影片按赞。不想之后错过有关投资理财的内容的话，也可以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谢谢大家。